美国星座级护卫舰采用主船的亮一架加32垂发，放弃以054B 一争高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在很多人看来，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军事科技竞争非常激烈，而海军的主战装备的竞争呢，又是重中之重。在中国已经开始量产055万吨大驱之后，美国因为造船工业的衰落，没有拿出具有竞争力的巡洋舰，因此不得不选择继续生产伯克3驱逐舰作为过渡，这已经是一个不好的苗头了。但是当外界看到美国海军宣布开始建造的星座级护卫舰时，再一次感受到了美国海军的现实。你可以说他们是回归了务实，但同时似乎又放弃了以中国的054B一争高下的努力。近日，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站称，美国海军的新一代星座级护卫舰已经正式开始建造，是美国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发展护卫舰。一方面，这证明美国不得不放弃全面宙斯盾舰的发展模式，因为地主家真的没有余粮了。另一方面，美国也开始放弃以朱姆沃尔特和自由级平海战斗舰为代表的科幻舰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星座级护卫舰，除了它的标准排水量达到6000吨，满载排水量7300吨，让人眼前一亮之外，再也提不起一点兴趣了。如果从其上层建筑看起，星座级护卫舰仍然使用的是美国人祖传的亮一架这种旧式的桅杆，说明美军仍然没有大规模的列装一体化综合射频桅杆的成熟技术，或者因为造价太高自己无法接受。再看一下舰上的其他系统，虽然它也算是配备了有源相对雷达，但是这么一艘排水量比较大的护卫舰只搭载了32单元的 Mk41垂发装置，反舰导弹依然储存在倾斜发射架上。可以看出，这是一艘不讲究隐身性能的护卫舰，其动力装置也毫无亮点，没有全舰推进，还在使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如果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前一阵发布的纪念币上的054B，除了排水量可能不如星座级，在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将实现超越。从一体化的综合射频桅杆到全舰推进，再到两面阵有源相对雷达技术 S+X 波段 3D 海空搜索雷达，可以说目前我们能想到的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计划使用的先进技术，在054B 护卫舰上都可能用到。在护卫舰领域， 054B 将是中国在整体设计层面再一次全面领先世界的主力战舰，而且将来可能会建造50艘以上，全面领先世界的主力战舰。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为什么在制造护卫舰的时候不再选择追求先进性了呢？有人会说，这与护卫舰的定位有关，因为星座级主要是为了反潜，并不需要追求高隐身性能。但是如果我们查看美军的招标需求，恐怕就解释不通了。美国海军对该舰的整体要求是反潜、反舰、日常巡航、融入体系、区域防空。所以不是美国不想要一艘更加先进的护卫舰，而是真的做不到。原因就是无法解决采购数量、军费预算和装备速度之间的矛盾。何况星座级护卫舰还不是美国人设计的，而是直接用意大利的现成产品改装的。只有等到第10艘战舰完成后，才会另行竞标。而且前10艘的星座级战舰并非在美国生产，而是由意大利生产。直到这10艘生产完了之后，才有可能把订单交给巴斯钢铁英格尔斯造船厂建造。也就是说，美国现在仅有的2家能够建造驱逐舰的厂商，一年1.5艘的生产速度，根本就无法完成星座级的生产任务。美国海军还面临着大量30、40岁的老舰退役的情况，所以
只能把订单交给欧洲。就这样，星座级的首舰的建造成本仍然高达12.8亿美元，后续建造的成本有可能降到9.4亿美元，这依然非常高。相比于中国的055万吨大驱，估计这样的造价要比中国的055万吨大驱还要贵。总体来看，美国人恢复建造星座级护卫舰，说明他已经认清了现实。但是要想通过该舰改变在新锐军舰发展速度上的退势，仍然遥不可及。等中国的054B 入役，并大批量下饺子的时候，美国人还要经历心理上的折磨，而且这个折磨会持续很久。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